怎么每次遇到你，你不是住柴房就住破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个有钱的老板？你怎么受伤了？你干什么？包扎呀！快点儿！想问什么便问吧，看你憋着也难受。你是怎么受伤的？那些马又是怎么回事？何必绕圈子问马？想问的其实是人吧？是。我的确是阿什勒部的草原人，这点我不否认。你与阿什勒部小可汗相识，那他与王君阔勾结，偷盗幽州府库之事，你可曾参与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的确是被小可汗的人所伤。至于你们能劫到府库的车，也的确是我暗中做了手脚。真的是你？你究竟是谁？阿准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就不问了，我就姑且当你是个奸商。不过见死不救不是我的风格。离开幽州，你要去哪儿？不能告诉我。从这条路往下走，只有2条路可以选，要么前往朔州，要么通向草原。你总不会是要去草原吧？不要去朔州，怎么讲？那里是边界，紧挨草原，远离大唐，而且这几年来一直战事不断。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我是认真的，赶紧走吧，这里的确不安全。若是有人问起，就说从未见过我。你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？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等一下。下一次，别再注重破地儿了。我可不受什么借来之事。借你的，等着你还。谢了，老板。后会有期，14郎。不，永宁郡主。你受伤了？说来话长。是儿那小子，如今竟敢直接对你下杀手了。若我死在大唐境内，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。换成是我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此番着实太冒险了一些，万一被他告到大可汗那里……不会的，他的性格我了解，他绝对不可能自己告状，承认自己输了的。既然要抢，那么就要承担后果。哎呀，这谁给你包扎的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要换了别人，保不齐就重伤不治了。
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保持距离。大唐娘子包的。京城有报传来，我要向刺史汇报，不多叙。有需求唤老夫。勤劳且去忙。是长安来的消息吗？应该是。那我们先回屋。如若真是李世民想要大张旗鼓地搜捕我们，早就通报各州，不必等到现在。只怕是有更可怕的事情要发生。八野果部、铜锣部围攻乌城，程志杰、李氏缉捕，与之苦战越狱。严厉已经牵制唐军这么多主力，莫不是想好一片狼子野心？以你这功夫路数，郎君身份不凡呢。刺史府深藏不露，管家竟也是高手。是刺史派你来的？你错了，我家主公用人不疑，只是老朽我若不查，又怎能令郎君不惧宵小？你并非来自陇西吧？老朽我久居关外，对陇西的口音十分熟悉。虽然郎君故意模仿，却仍有差距。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故意说漏了嘴，说京城有消息，你便跟来。哼，北方奸细，行军总管府，还是长安？哈，哈哈哈！你是长安的人，你来是想收回刺史的兵权吗？朝廷一直担心刺史拥兵自重。可是你应该明白，朔州能完存至今，不是赖长安的福泽。你可以到朔州去看一看，百姓生活如何？北方他城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？边陲之地，能有如此的民风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您多虑了，我不是朝廷之人，到此不过是想找一个栖身之所而已。冒充陇西身份，只是想要借同乡之意，恳请刺史收留罢了。是在下孟浪了。哼，老朽没兴趣追究你的过去，也不管你处心积虑是为了什么。你不动公孙一家，我不动你。你是聪明人，好自为之。如何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都不信。东南两侧驻军不过1000余。果不其然，东南两面依托地势，易守难攻。朔州刺史主要在西北两面布兵，但我方才查探，
兵马也不足2万。这朔州城固若金汤的名声怎么来的？土喀社说这帮人都是废物，难道是真的？方才进城时，你可有注意城墙？比中原其他城池要厚出许多，而且夯土上新，可见实施加固。平时各色人等随意来往，可一旦打起来，这城门一闭，谁也进不来。只要城内粮草充足，死守数年，亦非难事。有意思，你有对策了？走吧，我们得去买点泡头木。哎，你不故弄玄虚，你会死啊！要是师傅能帮公孙恒分析官场厉害，许他前程，他一个降了礼堂的随官，难道不会动心吗？就怕这公孙恒想要的不是这些啊！几岁了，吃面还会被呛到？师傅，咱们好像没钱了。上次给乞丐送干粮，钱都用光了。一点没留啊！不是师傅你说的吗？做人要饮水思源。若不是那些乞丐告诉我们山贼的出处，又怎么进刺史府？既然在刺史府有吃有住，那还要钱干嘛？师傅，这可是你的原话呀！我数到3，咱们一起跑。2位客官吃的如何啊？2碗面，一共10文钱。哎，没，还没吃完呢，一会儿结账。不好意思啊，店家，我们2人出门匆忙，忘记带荷包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让我弟弟回家去取，我在这候着。哎，好嘞，我这就弄钱下。你别跑啊！好啊，先跑一个，学习再跑一个。哼，你们这种伎俩我见得多了。走，给我见官去。不是，店家，你听我说，我弟弟去取钱，马上就可以回来的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走，店家，你一共多少钱？我给你。怎么是你啊10文。多出来的就算这位小郎君赏你的。哎呦，多谢郎君，多谢郎君。哎，方才多有得罪啊。哎呀，都散了吧啊！阿准，又见面了，14郎。这谁啊？我告诉过你不要来朔州，你倒好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那你呢？你不也来了？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他受伤的事？伤是我包扎的，我自然知道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！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，你这一包，已经无碍了，14郎不必理会。他这……没事的便好。对了，朔州速整边贸，像你这种奸商，怎么做生意都会赔的。14郎准备在朔州待多久？算了，我们还是不要打听对方的事了。师傅，你逃出来了！卖货的，这又是谁啊？阿斗，阿准他帮我们结的饭钱。我们2人正要出城，14郎可否愿意送我们一程？当然。终须一别，我就不再送了。阿准，祝你生意兴隆。14郎，和上次一样，你若是没有非要留在朔州城不可的理由，还是早些离开吧。离开，我能去哪儿啊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
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多谢，不过还是算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？这是阿什勒大军的前哨，他们要攻城了。十四郎，我还有些手下留在北边，我要回去照看他们。你还是尽快离朔州城越远越好。告辞。保重。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回城。土喀社竟然想趁着你不在独揽头功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用做吗？你要是想看土喀社狼狈的样子，就留下来。我对丧家犬没有兴趣。你就这么认定他必败无疑啊？土喀社这个蠢货，更何况他还在。他？站住！何人胆敢擅闯城防重地？快举风击鼓！阿什勒军打过来了！你们快让开！若是误了师姐时机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不行！李主簿，让他上来吧。是。李主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刺史，阿什勒部大军攻过来了，快击鼓！还不急？不着急。刺史的意思是，现在还不击鼓示警？现在还不急，让他们再靠近一些也无妨。刺史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一旦阿什勒部攻进城，于朔州可是灭顶之灾，于整个大唐亦是头悬利住手！剑。竟然对主公动手！好了，旭凤，他也只是一时情急而已。现在敌情紧急，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详细解释。来人呐！在！把他俩给我押回府里，好生看管。公孙恒，你不会用兵，一意孤行。公孙恒。我不去城楼，我还不能在府里逛了。刺史有令，二位不得擅动。你们就那么信他的话？如果他的决定是错误的呢？刺史自有安排。我看这公孙恒根本就是浪得虚名，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骗得这全城居民竟然如此全心全意拥护他。你刚才听到那战鼓声了吗？隔了那么久才示警。此战，他是唯一。阿斗，你说，咱们这朔州城是不是来错了？一个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的人，我竟然还寄希望于请他起兵相助。就是，连我都知道文寇示警要及时，他作为朔州刺史竟然不懂，就怕他是故意的。如果他敢将朔州城拱手让给阿什勒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刺史，李主簿，为何不击鼓示警？阿什勒起兵突袭强攻，我军应对不起，状况自然是会惨烈。你说，到底伤亡有多少？1万？2万？还是更多？李主簿，我们既然不懂兵法，为何不听劝？为何要一意孤行？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你们将这全城百姓的性命都置于何地？李主簿，此战大捷，我们打胜了。胜了？如何胜了？是啊，刺史，你快跟我们说说，怎么就胜了？二位稍安勿躁，
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主公之所以迟迟不肯击鼓示警，是另有用意的。当时城楼内外暗藏了3000名弓弩手，阿什勒骑兵策马奔袭，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箭矢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主公一下令，万箭齐发，阿什勒的骑兵来不及调转，立刻就慌了阵脚。此时主公再下令，传令下去，开城门，出车马。我方的将士列阵，向敌军攻去。是燕月阵，李主簿懂兵法，从前学过一二。来，坐下来。那你就来说说，若是让你来领兵布阵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接下来要燕月换长蛇，蛇身横撞，首尾至，脚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徐侍卫，你继续说。然后，经过这连番的重创，阿什勒部的骑兵其实早已溃不成军，但那首领土喀舍却偏不认输，还妄图再度向我们进攻。敲战鼓，点狼烟。就在此时，我方的伏兵在城楼对面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击起战鼓，燃起狼烟，士兵喊杀声不绝于耳。那土喀舍怕被四面围困，当即就下步，调转马头，狼狈撤逃。刺史还真是厉害，可是这西北、东北角都各设有伏兵，为何刺史不悄声行军，攻其不备？为何还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？难道刺史是什么？虚张声势？李主簿果然是少年英才，我的计策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伏兵只不过是2000人呢。刺史真是用兵如神。怎么，不再说我是不善用兵，一意孤行了？是14郎无知。14郎自持学过一二兵法，竟对刺史口出狂言，14郎无地自容。好了，这种小事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不过14郎冒着生命危险登城报信，这份对朔州百姓的心意，我感受到了。在这里，我要代全城的百姓道一声谢。刺史容人之量，14郎感佩。经此一战，14郎终于明白，刺史为何百战不败，还有这朔州城的铜墙铁壁，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是如何得来的。如若刺史不嫌弃，我想，你想与我们一起，共同御敌，镇守朔州城。14郎愿为刺史分担。14郎少年英才，又识得兵法，我真的是很欣慰啊！起来。阿道也愿意跟刺史学习兵法。好，你也镇守朔州城，起来。恭喜雄师平安归来！这一次都来看我来了，当然得来了。特勤为了赶早抢个头功，不声不响带着骑兵偷袭攻城，虽说出师不利，但好歹也没有全军覆没啊。哎呀，老子心情非常不好。
最好能把你这张臭嘴闭严了。雄师出战，打草惊蛇。若往后战局陷入被动，便是你们今日之错。哼！怎么了？我带我雄师出去训练一下，给我扣这么大嘴？我的事我心里有数，不用你们管啊！你们的事我们也不想管。今日战事，我们会原原本本的报与可汗。不用你报，我自己会报。替我把这封信送到行军总管府上。这次阿什勒部来者不善呢。若我猜的不错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发起进攻的。我们需要援兵，我这就去。刺史。哦，李主簿。刺史，这是新绘制的地图，请您过目。哦。刺史为何愁眉不展？毕竟打了胜仗，怎不见刺史有胜利之喜？一场小胜而已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我已派徐峰向行军总管府请求增援了。增援？这朔州固若金汤，竟还需要援兵？阿什勒部真正的强敌还没有出现。你来看，这无定河，河宽水深，原本该是朔州城和阿什勒部之间的天然防线。可是因为现在朔州兵源不足，无法派兵守住河岸，致使敌军来去自如，兵临城下。既然他们来去都会经过这个河道，不如我们就将这个河道改为栈道，如何？改为栈道？对于不善水性的阿什勒部大军来说，他们应该更喜欢枯水季吧？那是自然。如果河道干枯，便无阻碍，他们行军倍速于往常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送他们一个枯水季。送他们一个枯水季？李主簿此言何解？我听闻往年皆是7月枯水，偏偏今夏雨水充沛，这枯水季大约是会晚半月有余。而正巧，这片河道上游正好有一处密林，若派今日军士以土石锯木阻断河流，不足几日便可完工。刺史，您觉得如何？你呀你呀，啊，好你个李主簿，竟然想出此等计谋来14郎妄言，让刺史见笑了。李主簿智计过人，令人佩服。只不过，阿什勒部的雄师刚败，仓皇溃逃，估计有段日子，他们不敢轻易出兵了。就算是他们敢出兵，也会是谨小慎微。看来怎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这需要我们好好的思量啊。倘若不是这阿什勒部的骑兵实力过于强盛，其实还有更可靠的打法。更可靠的打法，说来听听。古时孙子有云：“凡战者，以正和，以奇胜。”倘若以我方大军为疑兵，吸引敌方主力，再派骑兵绕道，从敌军背后侧翼发动奇袭，冲垮敌阵，再逐一击溃，这岂不是更加痛快？好，李主簿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的气魄，真是让人佩服。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。何人？
就是当年的秦王，如今的太子。隋末，群雄并起，那时候还年少的他，率领千军万马在敌阵冲杀，用的就是此等计谋，可谓所向披靡呀。想不到今日能从李主簿口中听到相同的战术。李主簿，看来你之前在我面前说的略懂一二，也只不过是过谦之词啊。太子威名远扬，我不过是一样画瓢，不值一夸。李主簿，不必过谦了，朔州有你，真是万幸啊。哦，还有一事，李主簿，这是上报朝廷的奏报，你要安排义父日夜兼程，赶快送到长安。此事，只是信不过行军总管。哼，谈不上什么信得过，什么信不过，只是此事事关百姓的安危，我们必须向万无一失，多迈进一步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李世民，我终是摆脱不了你的影子吗？